ChatGPT 如果跟谷歌 Bard 来一场对决，你觉得谁会更胜一筹呢？从去年10月30号 ChatGPT 推出以来，就已经成为了全球最火爆的人工智能应用。而在人工智能领域布局多年的谷歌，其实也推出了一款名叫 Bard 的聊天机器人。而 Bard 的使用的对话语言模型叫 Lambda 是谷歌在2021年开发者大会上公布的自然语言对话模型。在去年的时候，还因为谷歌的测试工程师说 Lambda 有了自我意识，然后一时间火爆了整个网络。当然，这个工程师最终也因为泄密，最终被辞退了。但是 Bard 的出师却不是很顺利，在首次对外演示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错误的答复，最终也导致了谷歌的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美元。ChatGPT 的火爆也让谷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在内部亮起了红灯。谷歌在3月21号对外开放了 Bard 的测试，我就赶紧申请了测试。前段时间刚刚通过了测试，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去 Bard 的官方网站申请体验。当然，记住的话 ，VPN 的地址不要设置在国内和香港、台湾等地区，要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申请的。最好是设置在美国。大家好，我是朱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将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谷歌 Bard 和 ChatGPT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首先，我们来到了 Bard 的一个整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界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跟 ChatGPT 的布局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去理解所有的功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左上角最上面的话是属于一个重置聊天，这个跟 ChatGPT 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因为 ChatGPT 你的聊天内容和信息是可以进行保存的，但是在 Bard 这里面是没有的。当你关闭 Bard 的时候的话，其实你的所有聊天信息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然后这里有一个活动记录，这个活动记录的话是记录了你向 Bard 提问的所有的问题，但是这个活动记录的话，它只是保留了你的提问记录，它并没有保留 Bard 给出的问题，就是给出的答案。所以话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功能具体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们并不能把我们之前向 Bard 提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进行保留。然后这个记录的话呢，你也可以开启，同时也可以关闭，同时也可以进行删除。这是整个活动记录。同时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常问的问题。这个常问题的话呢，就包括对 Bard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目前整个你向 Bard 提问的话呢，只能支持英文这么一种语言，它是没办法支持像中文来进行提问的。那怎么样能够方便我们进行观看这个所有的问题呢？包括提问呢？其实直接用谷歌在线翻译就可以了，然后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提问的时候只能用英文来进行提问，所以的话，如果英文比较欠缺的朋友的话呢，可能需要借助一些翻译的工具，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翻译成英文，然后用英文再进行输入。然后这里的话呢，还可以进行麦克风进行提问，麦克风语音提问，这个功能我没有使用过，改天的话呢，我体验一下看这个功能怎么样。这就是整个界面的一个大概布局的一个介绍。然后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如果我们向 Bard 进行提问的话，它有什么跟 ChatGPT 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首先，我们向 Bard 提问介绍一下，如果 Bard 和 ChatGPT 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我们来看一下 Bard 是怎么回答的。你看它这个答案的话呢，是立马给出答案就可以了。这个跟 ChatGPT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ChatGPT 的话呢，它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然后 Bard 的话呢，是直接马上一整篇文章全部给出答案了。介绍一下 Bard 跟 ChatGPT 的区别，当然以下是 Bard 和 ChatGPT 之间的一些区别。比如说数据来源， Bard 是在不断更新的海量文本和代码数据
集上进行训练的，而 ChatGPT 是收集在2021年的文本和代码数据集上训练的。这也意味着 Bard 可以访问最新的信息和研究。也就是说，现在 Bard 它是属于联网的，但是 ChatGPT 的数据的话呢，是在2021年9月份的。等会的话，我们就来体验一下，看 Bard 是不是真的是能够访问到最新的数据。第二个的话呢是准确性 ，Bard 的话呢可以更加准确，而 ChatGPT 则侧重于生成有创意和有趣的文本。这也意味着 Bard 可能会提供更准确的信息，而 ChatGPT 可能会生成与事实不符的文本。其实我觉得，根据我这2天的体验来讲的话 ，Bard 和 ChatGPT 在准确性这一块，其实我觉得都比较类似的。然后 Bard 它在这里面也做了一个风险的提示，Bard 可能会显示不代表谷歌的观点、不准确以及令人反感的信息。包括前段时间的话，我也看到谷歌的测试人员对 Bard 的体验的时候，也给出了一句比较变态的一家评论。说明的话呢，其实 Bard 还是存在数据准确方面，其实跟 ChatGPT 我觉得不会相差特别大的一个差别。第二个的话呢是流畅性，Bard 经过训练可以生成流畅自然的文本，而 ChatGPT 可能会产生笨拙和不自然的文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2个软件之间的一个表达方式不一样。ChatGPT 的话呢，它更像是一个人跟你聊天，所以的话，它生成的文本内容的话呢，会有点像说话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蹦出来。然后 Bard 的话呢，它更多的带点谷歌搜索的一个基因，所以它给出的往往是立马给出答案。这个点跟 ChatGPT 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异的。但是这点差异的话呢，对于 Bard 的理解，他就认为这种表达方式的话呢 ，ChatGPT 显得就会比较不自然，或者比较笨了。然后就是多功能性 ，Bard 已在能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而 ChatGPT 则侧重于生成文本。这也意味着 Bard 可以用于回答问题、翻译语言、编写不同类型的创意内容，而 ChatGPT 主要用于生成文本。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Bard 它并不一定会比 ChatGPT 更加完善和功能更加强大，因为我们都知道 ChatGPT 它是可以用中文进行提问的，甚至多种语言来进行提问的。而现在 Bard 的话呢，只能用美式英文来进行提问，其他语言是没办法进行提问的。所以我不知道他这里所说的可以翻译其他语言或者用其他语言来进行提问，我觉得这一点是存在一定误差的。总体而言 Bard 和 ChatGPT 都是功能强大的语言模型，可以用于各种任务，但是在选择使用的模型应该考虑2种模型之间的差异。这个我们等会儿来体验一下这2者之间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Bard 它是可以跟踪最新的数据的。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最新的数据，最新发生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看 Bard 它知不知道，看它是怎么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向 Bard 提出分析一下最近硅谷银行这个事件，看 Bard 是怎么分析的。OK， Bard 已经给出答案了。2023年3月份，硅谷银行倒闭是震惊金融界的重大事件。该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在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储户提取大量资金之后，被联邦监管机构关闭，导致硅谷银行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大的一个原因是严重依赖短期的一个融资。所以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 Bard 给出的信息是比最近新发生的事件，它基本上是可以捕捉到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hatGPT， 它是能不能回答最新的一个数据。根据我对 ChatGPT 的使用的话，它应该是没办法去分析最近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OK， 然后我们让 ChatGPT 回答一下硅谷银行最新的一个事件。而硅谷银行，它 ChatGPT 给出的答案指的是美国硅谷银行在2022年4月被爆出存有大量违规的一个业务，涉嫌洗钱和非法转移资产的严重行为。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答案明显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硅谷分析一下硅谷银行破产这个事件。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 ，Bard 明显给出的答案的话呢是更有利于我们的。然后 ChatGPT 在这一块的回答上的话，明显是存在一定滞后性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Bard 对分析总结的一个能力水平是怎么样的。前段时间呢 ，SpaceX 的一个星舰火箭发射，我目前在 CNN 的官方网站上找到了一篇关于这篇文章的相关报道。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Bard 是怎么对这篇文章进行内容总结的。它的总结是比较简短的。周四早上 ，SpaceX 的星舰飞船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台升空，但在即分离在半空中发生爆炸。这次发射标志着该飞行器历史性的首次试飞。成千上万的观众在当地海滩排成一排观看发射。当火箭发生爆炸时，他们感到失望。该公司目前正在表示调查爆炸的原因。它的总结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一共的话，当我们向 Bard 提问的时候，它一共会给出3个答案。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查看其他稿件。但是这里只是给出了2个答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向 Bard 提问的话，它一般会给到2到3个答案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第2个答案。第2个的话呢是 SpaceX 的星舰飞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火箭。周四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台起飞，但在即分离前在半空中爆炸。这次发射标志着该飞行历史性的首次试飞。爆炸发生大概飞行6分钟后。那个时候，火箭正试图返回发射台，但没有受伤的报告。该公司表示，目前仍在调查爆炸的原因。所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你到底是选择这个草稿1的答案，还是草稿2的答案。但是我们向 ChatGPT 在提出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有时候也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的。但如果我们在 Bard 上使用的时候，如果这2个答案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谷歌上进行查找。在这里的话呢，就可以在谷歌上进行查找了。然后我们点击这里，它就可以直接导入到谷歌上进行查找答案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ChatGPT 的一个分析总结能力是怎么样的。现在 ChatGPT 给出了它的答案。他说是 CNN 新闻报道涉及以下的内容。SpaceX 公司将于2023年4月21号星期四发射一枚 Starship 火箭。这枚 Starship 火箭将搭载最多人在太空任务，其中包括4名宇航员和2名太空旅客。其实这个信息应该是存在错误的，因为这次是一个试飞的一个行为，并没有搭载乘客。然后这次任务的话呢是飞向国际空间站，并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这个新闻的话也是这个表达内容还是存在一点问题的。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了 SpaceX 公司的太空技术能力和商业竞争能力。这次任务也是 NASA 和私营企业之间合作的一个例子，已在将太空旅游变成一个日常的现象。SpaceX 是由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创办的，该公司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成为了商业太空的探索的领军者之一。总的来说，这篇新闻报道了 SpaceX 即将发射一枚 Starship 火箭，并强调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意义。他给出的答案的话，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特别是它的真实性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我让他纠正一下，看他是怎么回答一下。我让 ChatGPT 这边纠正了一下答案。SpaceX 计划在2023年4月28号星期四发射一枚 Starship SN-20 原型机。其实这个信息也是错误的，因为你看他刚才讲的是4月21号，现在又说是4月28号。其实比如说我现在制作这期视频的时间的话呢，是在4月22号，明显这个时间是不对的。然后这次任务将进行高空飞行和着陆测试，而非搭载宇航员和太空旅客，这个是对的。
这次任务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测试 Starship 原型机的着陆能力和高空飞行技术。如果这次测试成功，将有助于 SpaceX 公司继续开发 Starship 火箭，并实现将人类送上火星的目标。总的来说，这篇新闻报道了 SpaceX 计划在2023年4月28号进行一次 Starship SN-20原型机的一个高空飞行测试任务。这里面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信息误差的。所以对比了一下 Bard 跟 ChatGPT 对于网址内容的一个内容总结来看的话呢，我认为的话 Bard 它给出的答案的话呢是更加准确，但是会更加简短。ChatGPT 给出的内容的话呢，我觉得是信息存在很大的一个误差性的。关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 Bard 会更加具有优势一点。那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Bard 跟 ChatGPT 之间的创作能力是怎么样的。我们向 Bard 提问，让 Bard 创作一首关于星空的诗。我们看一下 Bard 是怎么进行创作的。然后他给出答案了：星空，星空啊，你有多广阔，你有多高，你让我充满敬畏，让我觉得自己渺小。星星闪烁闪烁，就像天空中的钻石，他们似乎对我眨眼点头，好像知道我在这里。我想知道这群星之间旅行会是什么样子，从远处看地球以及所有其他行星。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做梦，不是吗？也许这只是也许，有一天我的梦想终会实现。然后我们看一下，除了这一首诗，然后 Bard 还能不能给出我们其他更加优秀的一些创作。然后他一共给出了3个答案，我们看一下第二首。星空，天空如此广阔无边，它让我充满了敬畏和惊叹。星星像钻石，在夜空中闪闪发光。我不禁想，我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但后来我记得，我是更大事物的一部分，我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拥有无限的可能。我是美丽事物的一部分，我对之心怀感激。所以我下次你抬头仰望星空时，记住你是多么幸运来到这里，请记住你是特殊事物的一部分，并且有能力有所作为。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第3篇是怎么样的。我这里就不给大家念了，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所以 Bard 它给出的创作其实是比较有现代感的。然后我们看一下 ChatGPT 的创作能力是怎么样的。OK， 现在 ChatGPT 已经创作好了。他说：“星空灿烂，绚丽多姿，银河之中闪耀星辰，漫天的星光闪烁着美丽的光辉，宛如一幅神奇的画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ChatGPT 在诗的创作上其实是更有诗意一点。然后 Bard 在这一块的话呢，是明显我觉得是不如 ChatGPT 的。那我们看能不能让 ChatGPT 在多创作一首，因为 Bard 都给出了3首诗了，那我们看一下 ChatGPT 能不能多创作几首。OK， 我们让 ChatGPT 重新创作了一首诗。他说：“星空无限，浩瀚辽阔，它是时间长河的见证，亿万星辰闪耀的光芒，映照出宇宙的神秘与壮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ChatGPT 在诗歌和文艺创作这一块，我觉得要比 Bard 要强到不止一点点啊！而且他创作的内容的话呢，也是更有人情味、更有诗意一点、更有境界一点。谷歌 Bard 和 ChatGPT 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所以我个人建议的话，我们可以两者一起配合来使用的。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多的帮助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而关于更多 ChatGPT 和 Bard 的应用，也希望大家能够追踪订阅我的频道。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